我重生成为了一只北极狼，并且在我2个月大时就带着自己同年龄的伙伴离开了狼群。而此时的我独自一狼站在一处高耸的崖岸边，从上居高临下的向下望去，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头笨重的灰熊。这头灰熊现在正在啃食着灌木果实，或许是由于极夜降临，食物获取变得更加困难。而我独自出来的目的便是这头灰熊。心念一动，眼前便浮现出它的数值属性：血厚、防高、耐力强、力量还强。除了速度是它的短板外，这头熊的属性堪称全方位的碾压我。可我依旧打起了这头熊的主意，因为这头灰熊很早之前我就已经关注上了，之前便发现怀孕了，现如今应该是刚产下幼崽不久。再加上极夜降临，食物匮乏，灰熊很难快速恢复元气。以往莫说是单独的北极狼，就算是北极狼群都不会来招惹这头灰熊。但以前没有，并不代表现在就没有，因为我馋灰熊这一身熊肉和熊胆熊掌已经很久了。不过我却没有贸然而动，虽然自身速度远超灰熊，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准备突破到6级后再来猎杀这头灰熊。今天就是为确定下灰熊身体状态和居住位置。此时灰熊将周边灌木吃得差不多后，才慢慢悠悠地向着黑黢黢的山洞走去。在看到灰熊进了山洞没再出来后，我这才收回视线准备回去。可就在我收回视线的同时，我突然注意到了一处若隐若现的微弱光芒。我匍匐着身子在绕过几株灌木后，这才发现那道光芒竟是一个拍摄用的红外摄像头，可能是为了更好的拍摄灰熊的起居。这架无人机飞得并不是很高，我直接一个冲刺飞跃而起，狼爪狠狠地拍在摄像头上，顿时被拍得七零八落。微弱的红光在闪烁几秒后立即熄灭。做完这一切，我也就转身离开，消失在这片黑暗之中。就在我返回山洞的路上，距离灰熊山洞2公里的地方出现一辆白色越野车。先前拍摄我捕猎射牛那名女孩，看着平板上面漆黑一片的监控页面，有些郁闷。刚刚那道白色影子到底是什么？难不成是雪鸮？可她近几个月都在这片区域活动，所以第一时间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正在她猜想到底是什么破坏了她的无人机时，我就已经回到了山洞之中睡了起来。翌日我刚刚醒来，就看到小灰蹲守在我身边，见到自家老大睡醒，小灰也兴奋地嚎叫了起来，还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毛发，这让我直接赏了小灰大大的一爪子。狼妈狼妹舔我，那是没办法拒绝，但并不代表我的内心接受了这种亲昵方式。被打的小灰也没有委屈，反而更加兴奋地嚎着，因为在他看来，只要老大没有丢下自己，那就已经足够了。老大教训小弟，在他心里是很正常的。我站起身，伸了伸狼躯，低嚎一声就带着小灰走出山洞。巡视领地是日常要做的，而且我也慢慢习惯了这种事。转了一圈，感受了下北极大陆的严寒后，便再次回到山洞招呼狼妹他们过来进食，每天都有食物吃，这在其余狼群中是难以想象的。而狼妹还是在拿小北极胡练手，但却迟迟没有真正伤害他。听到我的低嚎声，狼妹这才跑着来到北极驯鹿的尸体旁。我给狼妹撕咬下几块北极驯鹿的肉后，就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吃起那些成年北极狐的肉。一只半夏度获得了将近20点进化值，距离晋升6级也是越来越近。吃饱的我来到洞口，眼神平静地注视着外面的冰天雪地。而山洞中的唐姐吃完后，就低嚎一声开始检查狼妹练习的狩猎技巧。结果狼妹根本没有好好练，小身子晃晃悠悠地摆出破绽百出的狩猎姿势，这让唐姐很是无奈。至于小灰和灰白小狼在吃完后也开始玩闹起来，期间小灰也会时不时地教灰白小狼一些撕咬和猎杀技巧。山洞中的日子就这样在平淡和闲适中流逝着。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我将北极狐的2只幼崽分给小灰堂姐他们分食，其余的则全部进了我的腹中。现如今进化值刚好够晋升6级了。在股玄妙而又奇异的能量再次来临后，我的综合实力也再一次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身体的各项部位也有着飞跃式的增长。在一声嘹亮而又悠长的狼嚎回荡远方后，就好似宣示着一位狼王的诞生。再看眼前更新后的属性面板，我依旧是毫不犹豫地将额外属性点加到了速度上。看着120的速度值，我忍不住的又是一声狼嚎，因为现在的北极大陆上已经很难再有比我速度更快的对手了。一身洁白如雪的毛发，高大雄壮的狼躯站在洞口，让山洞中的狼崽眼中尽是无尽的羡慕和崇拜。狼群的实力也在稳步提升着，这让我心中略感欣慰。随即低嚎一声，示意堂姐和小灰看家。山洞里北极驯鹿的肉已经足够他们吃个3、4天。我望了望外面漫无边际的夜色，准备现在就出去玩飘大的。很快我就来到前几天来过的雪坡，而现在这头灰熊正趴在灌木根部处找昆虫吃。可很快它嗅到一股不一样的气味，这是狼族的气味。灰熊赫然从地上爬起，站起了身子，根本不用刻意寻找，一眼就看到雪坡之上闪烁着幽幽绿光的北极狼。可它并没有立即对我动手，而是狠狠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咆哮一声，示意让我赶快离开。随后继续趴在地上啃着苔藓和昆虫。片刻后，它却发现我的气味还在，甚至离它越来越近。突然，灰熊好像意识到了什么，有些愕然地盯着我看。难道这头北极狼是把自己当成食物？想到这儿，灰熊怒气勃发。不过我对它发怒的样子却视若无睹。一声嘹亮悠长的狼嚎声在黑暗中响起，锋利的獠牙也完全展露了出来。恐怖的爆发以每秒40米的速度像闪电般冲向灰熊。看到我极致的速度后，灰熊也有些诧异。就在它要举起硕大的熊掌将这道白影击落时，它却率先受到了攻击。120的速度加上60的力量所带来的强悍冲击力，狠狠地击中了它那颗熊头，在它的熊脸上划出道鲜血淋漓的伤口，那流出的鲜血顺着毛发染红了眼睛。灰熊怒吼一声，低沉的声音在黑暗中滚滚作响。他没想到二者的第一次交锋自己就受了伤，脸上的痛楚也在无声地告诉他，这头北极狼的不简单。一击得手后，我迅速翻身回来，而灰熊粗壮的前肢横荡在胸前进行防守。狼爪和灰熊再一次碰撞，不过这一次并没有见效，而灰熊找到时机，硕大的熊掌狠狠拍向我的脑袋。还好我的反应快，一个翻滚躲过灰熊的攻击，一双熊掌直接拍在冰雪之上，直接砸出一个
深深的血坑。灰熊那高达上百的恐怖力量在这一刻彰显无疑。我长嚎一声，一双狼眸死死地盯着灰熊，锋利的獠牙露出，随时准备给灰熊来上致命一击。在灰熊受了2次攻击后，他眼睛通红，一张熊脸狰狞万分地向着我狂奔而来，而我也对着他再次飞奔过去。狼爪又一次伸出，撕裂的空气宛如九幽之下厉鬼的凄叫声，剧烈的碰撞声响起，直接将我的前爪震得有些发麻，狼躯也被震得倒退数米。灰熊一击得手，便露出凶悍的神情，快速飞奔过来。我快速闪身躲过灰熊的扑击，然后飞奔到他的后背，照着灰熊脖颈处狠狠拍去，接连3次如同利刃般锋利的狼爪，直接将灰熊脖颈处抓出数道足足有着3-4厘米深的血痕。连续的拍击力让灰熊差点轰然倒地，感受着后脖颈处传来的剧痛，这让灰熊愈加疯狂，双方的肃杀之意再次得到沸腾。我的速度也达到了一个极致，全力的飞奔之下，空气的摩擦已经产生出厉效之音。灰熊2只硕大的熊掌护住头部，在缝隙中死死地盯着向他冲来的北极狼，转瞬间2者就厮杀了足足10几个来回。我被灰熊一次拍在背部，一次擦到腹部，2处伤口已经有着鲜血在溢出，甚至就连嘴里也有着淡淡鲜血。而灰熊在10几个来回的厮杀中，也多了10几道鲜血淋漓的伤口。可灰熊的气血值高到恐怖，哪怕受伤已经很严重，可他依旧肆意升腾着凶厉的气焰。受伤后的我也终于开启了猎杀天赋，本来就已经很粗壮的四肢再次变大，锋利的狼爪上有着悠悠冷灰闪过，身上的伤势也被完全压制住。随着一声悠长的狼嚎声响起，我猛然化成一道白影，直接冲向灰熊。灰熊已经觉察到我气势的变化，但并没有退去，怒吼一声，2只硕大的熊掌横荡起来。他以为这种防御姿态还能像之前一样轻松将我的攻击挡下，可这次狼爪狠狠拍过来的时候，灰熊只感觉到身子一沉，没等他反应，紧接着第2击再次来临。见状，灰熊的眼中狠厉之色一闪而逝，直接放弃了防御，同样也是狠狠一掌拍去。熊和狼爪再一次狠狠撞在了一起，我只是后退了一步，而灰熊同样也是后退了半步。他从未想过有一天在力量上面竟然会有一头北极狼和自己相差无几。可还没等灰熊再多想些什么，我的攻击便再次袭来。在他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时，一爪就已经狠狠地拍在了他的脖颈上，这次直接带出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第2爪直接抓下大片血肉，第3爪直接将熊掌割裂出数道血痕。紧接着灰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受了多少击，只感觉身上处处都是极致的痛楚，眼前已是血腥一片，吼声再次响起，宣示着他那不屈的斗志。但是很快，我带着闪电般的速度再次扑向灰熊，锋利的狼爪也再次狠狠砸向灰熊的头部。他终于被这一击彻底击倒，600多斤的庞大身躯直接砸在冰天雪地之上，冰雪四溅飞舞，像是生命的葬歌。灰熊那一身的伤口和肆意流淌的鲜血，也在无声诉说着这场厮杀的惨烈。而这场惨烈的厮杀也在此时终于落下帷幕。就在这时，眼前浮现出数道淡灰色的消息提示：以弱克强，浴血搏杀，精准闪避，惨烈之战，最终胜利，目标死亡。此次战斗评级为 S+，获得1支强化血清，获得10支净化药剂，获得地级被动愈合天赋，伤势愈合速度提高数倍，免疫毒素，免疫菌类感染，持续时间永久，而且还没有冷却时间。看到这项天赋时，我眼神一亮，这项能力无疑会让我的生存能力大幅度提升。有了这巨大的惊喜，我只感觉到这次的激烈厮杀也值了。接下来我用了1支净化药剂，开始大口吞噬起了灰熊的血肉，第1口就获得24点净化值，而且熊肉的味道极好，鲜嫩软糯的熊肉很好入口，这也使得我胃口大开。在吞噬掉6-7斤灰熊肉后，我也有了7-8分饱，同时给我带来170多点净化值。吃完后，我寻了2根灌木，准备将这头600多斤的灰熊拖拽回去。离开前，我还进灰熊的山洞转了转，可是并没有见到预料中的灰熊幼崽。难道在灰熊出去这一段时间里，有别的狩猎者来过吗？不过我也没有多想，拽着灰熊尸体立即返回自己的山洞。浓重刺鼻的血腥味一路上吸引了不少狩猎者，但他们都徘徊不前，毕竟灰熊不是那么好招惹的，能猎杀掉灰熊的存在就更不必多说。可其中一头几乎饿疯了的雄性猞猁，眼中闪烁着凶光，本来想要依仗自身傲人的速度来试探一下，但我的速度比他要快太多了，狠辣的一击直接将他拍出10几米远。可我并没打算杀他，凄惨的哀嚎声更能让想抢夺食物的狩猎者心生退意。果然，在看到猞猁直接被我一击打残后的凄惨模样，不少狩猎者都默默止住了跟踪的步伐，眼中的凶光也逐渐褪去，反而转变为畏惧的神情。强者为尊，自然界中本就如此，这里奉行赤裸裸的丛林法则。在我离开后，一众狩猎者直接将眼中的凶光看向受伤的猞猁，很快，大批的狩猎者一拥而上，猞猁的惨叫只持续了片刻就完全消失，而我拖拽着灰熊尸体回到了山洞附近，长嚎一声将小灰召唤过来。在看到灰熊尸体后，他不敢置信的低嚎2声。虽然我在他心里一直是无敌的，可还是没想到我竟然强大到可以独自猎杀灰熊，一时间眼睛中尽是崇拜的小星星。见状，我直接赏了他一爪子，示意他赶快帮我将灰熊尸体拖拽回山洞。一番苦战，自己也受了不小的伤，单凭自己已经很难将600多斤的灰熊拖拽到山上。在小灰和我的合力之下，这才将灰熊拖上山。沉重的灰熊尸体出现在山洞后，几只小狼崽也很是惊讶，因为他们从未见过灰熊。狼妹和灰白小狼好奇地围在尸体旁嗅了嗅，而堂姐却是很细心地发现了我身上的伤口，立即来到我身边，舔着毛发上的血迹和受伤的部位。狼族的唾液含有一种杀菌的物质和一定的消炎作用，所以在受伤后，很多狼族都会舔舐伤口。本来我想要拒绝的，但看到堂姐关切的眼神，我还是没有做任何
动作，低嚎一声，示意小灰记得警戒。他也很听话的去动口手。在堂姐帮我将伤口舔舐数次后，我便示意她领着狼妹去进食，而我则是回到原来的位置休息起来。毕竟这场大战耗费的精力和体力都不小。趴下没多久，我便进入了梦乡。等再次醒来，外面依旧是漆黑一片。在愈合天赋的作用下，身上的伤口也已经结痂。我站起来活动了下身子，然后低嚎一声叫上小灰走出山洞，开始了日常巡视。这时小灰也发现了我的伤势，刚想上前帮我舔舐伤口，就被我制止。毕竟伤口刚刚结痂，我可不想小灰这个憨货再给自己舔掉了。随后我带着他在山洞附近巡视一圈，很快就发现了一只北极兔。小灰低嚎一声便有了动作，借助山体和雪堆隐蔽身形。就在快要接触到北极兔时，这才突然暴起，锋利的狼爪狠狠向着猎物拍去。但这头意外闯入的北极兔听力很是敏锐，在小灰刚刚从雪堆后面窜出的时候，它也就开始飞奔而逃。狼爪一击落空，让小灰很是恼怒，他怒嚎一声，继续向着北极兔追去，很快便将其堵在一处雪堆前面。愤怒中的小灰将逃无可逃的北极上锋利的獠牙刺入北极兔的脖颈处，带出飞溅的鲜血。北极兔挣扎片刻就没了动静，他叼着这头北极兔小跑着来到我面前，我低一声夸赞了下他的进度。随后我们回到山洞中，北极兔给一群小狼崽们换换口味，而我来到灰熊的尸体旁，开始再次进食，一口气吃掉20斤的软糯血肉，甚至还找到灰熊身上的熊胆。有传闻说熊胆是熊族一身的精华所在，我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吞进腹中，滚滚能量快速转换成100进化值。思索片刻，猜测这可能和战斗评级是一样的，只有达到10级以上的猎物，有些特殊部位才可能获得大量进化值。不过此时的胃已经吃饱了，站起身来到洞口处，望着森寒漆黑的北极大陆，考虑起了剩下2个月的极夜的规划。而此时，先前喜欢拍摄的那名女孩带着自己的直播设备来到了北极熊的不远处，本来想要现场直播北极熊日常作息时，却没有发现北极熊的任何身影，只看到冰天雪地上那一滩滩，明显是惨烈战斗后才能留下来的痕迹。